一女孩只是当众换了条裤子，就被白人女同学起了个外号叫野兽，只因腿毛确实有点发达，瑞娜就成了校园里被嘲笑和孤立的怪物。于是她立即来到超市，她本想选一把女士剃刀刮干净，没想到就在这时，只见一个金发碧眼的女同学突然走过来，竟然直接就塞给她一把男士剃须刀。对方表示用这个刮得更干净，然后自我介绍说叫约瑟芬，自己可是学校里的头号传奇人物。紧接着又偷偷塞给她一瓶绿色指甲油。这下家教严格的瑞娜可开了眼，她就从来还没见过这么疯狂的大姐头，并且瞬间就被对方的气质给迷住了。更没想到人家竟然还邀请她参加今晚的派对。此时的瑞娜感觉终于找到组织了，回家后她就立马冲进浴室，然后就急忙对自己的腿毛下了狠手。然而这尴尬的一幕却被突然闯进来的母亲发现了，就因为母亲的严格限制，她才成为学校里唯一不刮腿毛的女生。此时任凭家长再怎么劝导，叛逆的瑞娜也听不进去唠叨。随后她画上了口红，又蹑手蹑脚地溜出了家门。怎料来到派对，她再一次大开眼界，她看哪都是新奇的，甚至看见大姐头和姐妹们玩桌游，也只敢在角落里偷偷地看着。只见约瑟芬一招手，瑞娜便兴高采烈地贴了上去。可她又怎会知道自己的生命也即将因此而走向了尽头？对方只不过是想给自己的帮派多收个小弟，可瑞娜却认为自己交到了新朋友。从此之后，她一放学就先去名为七橡树的一所青少年之家，因为没有父母管的孩子都寄宿于此，而约瑟芬就是这里的大姐头。没想到今天瑞娜玩的一时兴起，竟然还随着音乐就跳上了床。可约瑟芬一看就急了，直接就口吐莲花的对她一顿大吼。这种行为被认为是一种挑衅，瑞娜当场就知道了分不清大小王的后果。于是当晚的派对，她就成为了唯一被排挤在外的可怜虫。等其他人走后，受了打击的瑞娜便产生了一丝丝报复心理，她竟然拿走了对方的日记本，然后给记录在上面的每一个人打去了电话，用她能想到的最恶毒的谣言编造了约瑟芬一身无可救药的臭毛病。甚至在冲动之下，她还想干脆撬了对方的帅气男朋友。怎料刚挂上电话，对方竟然就和男友长毛见了面。很明显，这些流言蜚语迅速传到了约瑟芬的耳朵里。当瑞娜还在和一家人吃晚餐时，她竟突然又接到了约瑟芬的电话。听到对方和颜悦色的主动邀请，瑞娜想都没想就冲出了家门。谁成想她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，因为瑞娜刚到派对就感觉到气氛不太对劲，紧接着就发现对面来了好多小混混，她转身就跑，可对方却一窝蜂一样追了上去。怎料没多久她就跑不动了，在慌忙之中，她突然发现桥边有个投币电话亭，于是她急忙拨通了叔叔家的电话，可刚说了2句就被一伙人就追了过来，紧接着她就被拽出了电话亭。就这样在推搡之中，她被押送到了昏暗的大桥之下。第二天，叔叔和父亲去警局报了警，瑞娜一夜未归，应该是失踪了。然而警方却一时并未在意，因为在这个相对闭塞的小岛上，那些顽劣的孩子们经常搞一些恶作剧。可在叔叔说了一些反常的细节之后，终于引起了女警卡姆的注意。于是他一番走访调查，居然在男同学长毛那里得到了一个惊人的传闻。 People are saying Rena might be floating around somewhere. 难道失踪的瑞娜被淹死了吗？看来情况要比想象中的复杂得多。于是他立刻返回警局，将案情向警长也是他的父亲详细汇报。原来约瑟芬成立了一个 CMC 组织，还一心向往着加入代号为瘸子的纽约黑手党。而瑞娜的失踪很可能已经转变为谋杀案，所以卡姆立即申请了水警的介入。于是第二天，在卡姆的带领下，2名潜水员开始了整个水域的逐一搜寻。然而不出所料，他们很快就在水下有所发现。与此同时，一旁校园里的同学们也远远看到了警方的行动。而此时的约瑟芬立刻就不淡定了，她和闺蜜2人紧张地勾了小手。随后经过核实，这个内衣确实是失踪女孩瑞娜的，可她的人又去了哪儿呢？很快警方就进入学校，将派对的相关学生全部带回了警局。这下警局里乱了套，所有家长都赶过来急切地询问孩子的状况。偏偏就在这时，卡姆竟收到了同事的一个重要消息，原来警方找到了当晚的监控录像，可打开一看就诡异了。当晚瑞娜被5个人带到了桥下，然而没过多久，竟然又有6名同学也跟了上去。难道此案涉及的未成年人有10个之多吗？然而再看下去更加诡异，眼看着所有同学们都纷纷跑了上来，可唯独没有瑞娜的身影。然而再仔细一看，画面中的瑞娜竟然踉踉跄跄的自己走了上来，然后又见四下无人，她居然一个人走到了桥上。可是她没有回家，她这深更半夜又浑身是伤的去了哪里呢？而此时的警局里又偏偏来了一位神秘女人，而她才是这部剧的真正女主角。她看见所有孩子都被关了起来，最后又走到了依旧淡定的约瑟芬面前。 Can you keep a secret? 其实小岛上还有更多秘密，随着谣言四起而渐渐浮出了水面。